Hello， 大家好，我是龙猫，欢迎各位。感谢大家的掌声啊！我叫龙包啊，我从小在新疆长大，我其实是，成年之后才来到了内地，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多数外地的朋友在认识一个新疆朋友的时候，就他们会模仿他们脑海当中我们新疆人说话的口音，就特别的诡异，就是那种，龙包。你是新疆人？哎呦，新疆的朋友们，啊，真的，第一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说咱俩之间，你更像个新疆人，你像刚吃完烧烤过来的。我还因为这种口音事情发生一些好玩的误会。大学开学的时候，我舍友正在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的时候，隔壁宿舍有个人来串门，以为他是新疆的。我在旁边就给我逗笑了，我说，隔壁宿舍同学瞪了我一眼说：“你不要笑话别人口音。”我说我笑话了我自己。我现在在一个网红城市生活啊，但我说实话，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网红”这两个字儿。我碰到这个最奇怪的啊，就是我去年在一个外地演出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朋友说：“龙包，我带你去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网红厕所。”哎，我震惊了，真的，这是我第一次不想上厕所而上了个厕所。我来到那个网红厕所，不夸张，朋友们，整个商场每一层都是网红厕所。他给我介绍，他说我们这每一层厕所的主题都不一样。我说厕所的主题不是一样，这是厕所，不是会所吧？他就开始跟我介绍，他说：“哎呀，你听，1楼欧式庭院风，2楼热带雨林风，3楼炫酷夜店风。”我直接就去了炫酷夜店风。哎，我太好奇了，一个厕所能有多么的炫酷？我到了之后，真的到了那个3楼，太像夜店了，就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夜店装修一半没钱了，改成厕所了。我本来以为就这种网红厕所，它可能就是这种噱头，可能是因为装修比较浮夸，但不是。更让我感觉到震惊的是它的价格。我说：“哎呦，这个装修，这没个70、80万下不来。”我当时说完之后，我朋友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个厕所都是1000万起。”我说：“我当时就笑，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一个厕所还1000万起？”他说：“这层最贵，2000万。”他把手机甚至掏出来给我看，我就给你们类比一下，这种感觉像什么？就好像现在有个人突然从观众席冲上这个舞台，对着咱们所有人说：“我是超人。”这神经病吧？飞走了，就是这种感觉。就你们知道2000万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概念？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清明节，我给我爷都没烧这么多。我爷爷清贫节俭一辈子，我给他烧这么多钱，我害怕他晚上过来托梦。我以为托梦给我一个锁喉，说：“啊，你这孙子，你钱多烧的。”我真的很生气，连个厕所都能够成为网红，就我不红。我还特别讨厌网上那些网红餐厅，我踩了太多雷。我跟你说，我人生当中最生气的一次，我一个朋友带我去一个网红餐厅，他说：“哎呦，这家店开了20年。”我当时心想，我说一家店能开20年，不可能难吃的，肯定有自己的东西。就有人擅长做难吃的菜，就有人喜欢吃这种难吃的东西。我当时跟朋友，我俩顺着地址找到这家店，一进门我还多了个心眼，我说我先观察一下，我看到里面几乎都坐满了，就我很激动啊！我看坐满了人这么多，肯定好吃，就在这吃了。我话音刚落，门口一桌，就大概您这个位置，有正吃饭的姑娘突然拍了一下桌子，我俩四目相对，都是走，快走！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这种场景没有，或者你们在网上短视频刷到过这种类似的恶搞视频没有？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笑不出来，你会懵的。我当时愣在原地，那一刻就怎么跟你们讲？我感觉我不是在一个饭店，我这一脚，我踏进了那种战争大片之中。我迷失了方向，走进了一片区域，突然间有人冲着我说：“快走，走啊，这儿有雷！”我也沉浸在这个剧情当中了。我说：“我姐妹，
一起走。我已经踩到了。就当我刚准备离开这片所谓雷区的时候，我突然间回到了现实，我看见有人向我走了过来。服务员手里端了个菜单，在我眼里跟端了一把枪一样。然后他就指着我，他说：“小伙子吃什么？随便点，20年老店。”我当时手一下就举起来了，但我反应特别的迅速，我一句话我就应付了他。我说：“咱们这个店是清真的吗？”他瞬间就收起了自己的笑容，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先生，不是的。”我说：“那我们新疆的朋友嘛，吃不了这个东西。”好，谢谢大家，我是刘宝，祝大家开心，谢谢各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看出来就有鬼了哈，看出来。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然后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一搜，我天，说什么的都有，真的各位，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聚焦都聚不上了，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重启第二人生了，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一点开后悔没早做。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说实话，各位，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有一个最有名的，我给你讲一下，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各位听过吗？没有。你们来着了，今天你出去之后，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啪就漏下去，渤海放那儿啪就漏下去，有时候车过那儿啪就没了。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说修的有多好，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那零件见都没见过。当时实在没办法了，也不会修，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说来也怪，不会修下水道，会德语。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哎，你们那下水道坏了个屁的！”当。德国人说：“不要慌，下水道固有一坏。”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你打开那个坑，里面会有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一拆开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换上之后下水道完好如初。我天，各位，这个故事非常的扯，各位哈，千万不要信。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千万不要信。但是说实话，这么扯的故事，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因为一旦是真的，各位，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10几年后，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没办法，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还不会德语，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哎，那下水道好了，眼睛完蛋了。Dank。德国人说：“不要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你们中文叫酒窝。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换上之后，眼睛完好如初。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我天，我们俩那个交流，用德语我不会德语，用中文他以为他会中文，我们俩交流，我中间实在没办法，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啊，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德国口音的英语，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各位，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
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我在那聊着聊着，他跟我说 smile， 我就。他说奶 you smile， 我说 I smile 着呢，哎，这都快 laugh 了。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这就。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我说您好，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那个护士说，可以，2个字刺痛了我。我30多岁了，教了10几年英语，英语没法跟人沟通。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能翻译德语，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我跟人护士说，我说那个能麻烦您问一下，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那护士问医生。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我说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各位你应该能理解，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不仅忙了，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我要是出了风险，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所以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我说那个您能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有没有风险？护士说刘先生，您真的不用担心，没有什么风险，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我一拿那护理包，我说哦，这个我知道。油纸包来了啊！我拆开那个护理包，各位，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这墨镜它用不着了。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我说那我问你。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我一眨眼，眼皮给我切了，我以后跟个鱼似的，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他说刘先生，他原话，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眼。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我说嚯！快给刘先生切眼睛，切好了。后来发现多虑了，各位多虑了。手术非常的成功，我做完手术那1秒，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那个翻译跑过来，手术很成功。我最后一次复查，我复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恭喜你，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但是，我说有但是，咱不第一开始说吗？我说但是什么？他说但是，您年底就要38岁了，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我说那严重吗？他说没事儿，戴眼镜就好。谢谢大家，我是梁振，谢谢大家。见面了，真的。哎，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有认识的吗？有吗？认识。去年确实一整年，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也演了很多场。说实话，这个工作越来越忙，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我痛经。哎，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真的，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其实我每次来月经，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就连撞7天啊。我上一次来上海，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突然就来月经了，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没抬起来，抬不起来，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他说怎么了？
我躺在地上很虚弱，我说痛经痛经，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哎，我补了一句，我说女的。他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想女的？哎，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但我除了痛经啊，我还月经不调，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到点儿了他又不走，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应该叫领导。哎，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大家都有领导哈，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你掐指一算，你说哎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但是退休延后了啊。这个月经不调，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我要调。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给我抓了药，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那个药也来点儿，到最后他都问我，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我这。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我就回成都，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那天我老早就去了，一到诊室，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我检查一下你的胸。我怎么好意思嘛，我胸又长得不好看。我虽然没有身材，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他长得像一个8字。好了，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我的8字还挺硬的。哎，医生接着问我，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我说我是 XL。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妈呀，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医生也很难为情，他就问我，他说：“哎呀，你不要误会，我是观察你，长了一圈小胡子，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妈呀，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什么意思？一套安卓，一套 iOS。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我头有点痛了，你知道吧？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我就去了。说实话，做检查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我都在想，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我怎么办？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我出走半生，归来竟是少年。我想了一圈，我觉得这个事情，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哪怕他去世那天，我就站在他面前，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我说：“爸爸，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我是一个假2件。”
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明目啦。等一下，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爸爸能等。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一路我都很紧张，我也需要一个结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很像站在产房门口，真的，别的话都别说了，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医生说恭喜啊，女孩，全女孩，158斤的大胖丫头。朋友们，我活了快30岁了，真的。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知道吧？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看了你的报告单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说白了有点超雄，你知道吗？你雌性激素太少了。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呢，你慢慢的。找个男的，生个孩子，激素就稳定了。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再说了，我是来医院看病的，我又不是来求子的。你让我这个样子，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我一想，我说，哎，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还挺有责任心的啊，但我后来在想，居然在那一刻，我真的在考虑，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啊！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你知道？我就问医生，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我说啊，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那个药我买了，就几10块钱一瓶，我现在也在按时吃。说实话，月经已经好多了，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补充上来了。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你知道？所以啊，朋友们，真的，关于医学、婚姻、男人、痛经。我觉得咱们能花几10块钱解决的问题，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10年。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谢谢。好了，哎，收，大家好，我是张宁，谢谢大家。哎呀，给各位讲讲呀，主要给严哥讲讲，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挺凶的哎。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人来讲，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的呢。你那去年那给我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的特别离谱，说你看那个德行没，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天天的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曲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1天。谢谢。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2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我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相比之下，哎，朋友们，有些女生就不太会写简历，真的太真诚了。说本人女啊，37周岁，有过1次离异，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我看着她的时候，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
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你知道吗？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一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2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2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3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但我发现啊，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7、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2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打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我钱哪去了？那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 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呀、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 对吧？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J 人、P 人、F 人。大妈就1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一下给你干碎了啊！所以朋友们，我感觉如果让咱们戒网瘾，就应该让大妈做一套16型婚格测试。以下哪种情况你的水平更高 ？A 尿酸 ，B 贷款。 以下哪一项你没有 ？A 朋友 ，B 工作。最后这40多分钟题做完，你16婚格也出来了 ，NWMY，Nobody will marry you 哈。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我是樊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 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
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月，哎，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绝经和出道一块来。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人儿。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2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这也太能翻了，太狠了。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您块天上干什么呀？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了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这腿是开不动啊。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他跟我说他175。我说学呀。结婚
婚不到1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过不下去了嘛。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爸更过分，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我说爸，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哎，好难受啊！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钟，你给我展开了说说。啊，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大家好，我是龙猫，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我叫龙包啊。我今天给大家聊聊我的工作。我在讲脱口秀之前呢，其实我是有一份正当的职业的。我在一家少儿培训机构当老师。虽然现在好像也不太正经了。我刚去的第一天，我们老板就说：“龙猫老师，你教学生之前你得先招生。”然后递给我一摞传单。我去学校发传单的时候，真的很难发得出去，就没有家长愿意接我手中的传单，是吧？他们都在接孩子。
就是我发了一下午，一伸过去他就给我挡掉，一伸过去他就给我挡掉。我发的多了，我感觉我像叶问在跟别人过招。我特别理解啊，有一些家长为了应付我，给我留个什么假号、错号，但我不能够理解的是，有些家长给我留其他机构的电话。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哎，我回家就会拨打这些电话，我满怀着惊喜，面带着微笑，我说喂你好，我们是贝兰朵艺术。他说喂你好，葡萄籽艺术。你想咋？我给我吓得，我说合作一下。当我在发传单的时候，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不太尊重我的人，就当着我的面把我传单一接，直接就扔在地下。有一次我真的生气了，我就说你给我捡起来，把我的尊严捡起来。但是我当时是穿着哆啦 A 梦说的这句话，就那个人完全没有感受到我的愤怒，他反而说：“哎呦，这个哆啦 A 梦还挺可爱的，你还会生气。”我经常在发传单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人无缘无故的打我，甚至嘴上夸着我说：“哎呀，哆啦 A 梦好可爱呀！”啊，真的特别的疼，但是我表达不出来我的愤怒。我有一次被打疼了，我就把头套摘了下来，我跟那个人理论，我说：“你为什么打我？知不知道我特别的疼？”就他看到我生气之后，他也生气，他还怪我，他说：“啊，你这个人，你玩不起。我看你这么可爱，我过来摸你一下，你还生气了。”我说实话，我接受不了这种观点，我也过去摸了他2下，我把他摁在地下。真的，我的同事当时就皮卡丘报警了。警察叔叔来了之后，我就特别的委屈，我说警察叔叔他平白无故他殴打哆啦 A 梦，他看到警察之后屁都不敢放，就低着个头不说话，警察都着急了，说你说话，你为什么平白无故你打别人，给个理由。这个人为了逃避责任，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他说：“警察叔叔，我最讨厌小日子过得好的人。”我在旁边真的非常的吃惊，我说还能这么胡说八道？那你怎么不打我的同事皮卡丘？怎么你怕他电你？发传单真的蛮辛苦，当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啊。我特别不理解，就是我们这种培训机构的教室会安那种监控摄像头。它的作用是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为了方便上课的时候家长通过这个监控去关注自己孩子的一举一动。但它有个弊端，就是它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小朋友天性都很活泼嘛，有时候课堂活跃起来，我可能就会有点管控不住啊，我可能就会我说：“哎，明明乖一点，乖一点，不要跟旁边的孩子吵闹，乖一点哦。”我都是带着笑容，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可是大家咱们脑补一下，家长在监控下看到这样的一幕，就他可能会脑补很不好的画面，可能在家长的眼里是小崽子给我闭嘴啊，不再说话了打你信不信？还挂在东方明珠上。后来。我想了一个非常无耻的方法，有一次课堂又吵闹了起来，我看了一眼监控摄像头，我说：“明明你能不能乖一点？你能不能乖一点？还有你们俩，你妈都在监控这看着呢，你让我怎么办？我真是个天才！”一节课下来之后，我开心，孩子开心，家长更开心。有的家长开心到什么程度？一下课就在教室门口等着我。他说：“哎呀，江江老师，我都看到了。哎呀，我儿子这么棒的，你夸了1节课。”当老师之余，我会讲讲脱口秀。我最害怕的一点就是我在演出的时候碰到我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家长来看我的演出，很尴尬，听着我在台上吐槽他们。有次演完就在门口，我的学生就把我拦住了，特别的开心，冲过来说：“哎呀，老师，你讲的真棒！”我就知道他在讽刺我。因为我平常在学校叫江江老师，他第一次听到我的艺名，特别的激动。他说：“哎呀，龙猫老师，你的名字特别的棒，我跟你一样，我也非常喜欢宫崎骏的动画。”我说：“宝贝，我叫龙包，不叫龙猫。”而且老师跟你不太一样，是吧？老师最讨厌小日子过得好的人了。好，谢谢大家，我是龙猫，祝大家开心，谢谢各位。哎，朋友们，你们好吗？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龙包，我应该是今天所有现场演员当中离咱们上海最远的一位朋友。我从小在新疆长大，说实话，我来南方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点关于南北差异的话题。我跟大家说啊，我第一次来到南方，我特别不适应南方人对我微笑服务。不是我贱啊，就是
就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西北地区那种汹汹的服务。我刚来到南方，就是你们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笑得越开心，我心里越没底。我说你笑得这么开心，你是不是东西有问题？我来的第一个南方城市啊，不是上海，是另外一个城市，咱就不提名，咱礼貌一点，就给你们4个字概括一下吧，就怎么说，就西湖附近吧。我当时在他们的机场啊，某山机场，我当时就跟一个出租车司机发生了一点冲突，就的士司机发生了一点冲突。我当时上车之后，我就跟那个师傅说：“师傅你好，我去那个西湖。”然后那师傅就开始对我微笑，然后说了一些关心我的话，激怒了我。他当时是这样，他说：“您是游客吧，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湖呢，在市中心，它比较远。我个人建议您呀，去坐我们这个地铁吧，能够便宜点，给你省点钱。”我当时就感觉被冒犯到，我心想，你是怎么看出来我贫穷的气质？我甚至当时把这个事儿都想得过于有点复杂，我当时有点应激了。我心想，老听说南方排外，哥们儿刚来就被排了，我还没进去。我当时想到这儿，我把车门一关，我对着师傅一声冷笑，我这走。我就喜欢这种贵的交通工具。哎呦，你还看不起？你先绕机场2圈，咱们再出发。我就故意这么去说嘛。当然，那个师傅一下也就听出来我的言外之意了，他就开始跟我解释，跟我道歉。他说：“哎呦，先生，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没有看不起您，我跟您实话说了吧，就是有人他在网上他提前预定了我这辆车，我现在把您送到市中心再回来，时间太长了，我会错过跟别人约定好的时间，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您误会我了。”哇！我当时听完之后就特别的愧疚，我心想：哎呀，我真该死！师傅，原来您不是看不起我的意思，不是瞧不起我，你就是拒载。我就举报了他，然后没有，开玩笑的，我就坐了第2辆出租车。说实话，我真的挺愧疚的，我误会了人家的好意。我在第2辆车上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我说，怪不得我们北方人老说南方人比我们会做生意，是有原因的。你看你们在拒载的时候都愿意先撒一些善意的谎言，多么高贵的品质！我不是讽刺大家，是因为我当时在车上，我想到我们那块的司机在拒载时候那个鬼样子，就是我们那怎么说，就跟你们正好相反。我们那司机懒得骗你。真的，你有时候都很难相信，你竟然会因为一个司机的诚实而感觉到愤怒。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我15年去西安上大学，我当时在那个火车站，外面的马路，我正百度地图，我想去看一眼钟楼，大家知道钟楼吧？一个建筑嘛。然后我正百度地图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旁边，摇下车窗，非常热情，在那说喊我，他说：“哎，走不走？”我一看是个出租车嘛，我说：“师傅你好，我想去钟楼。”他说：“我不想去。”我当时都懵了。我说2秒钟之前是谁招揽的我？我愣神的一瞬间，他一脚油就走了，就留下一脸委屈的我，想不明白，我没有生气，我在思考他的那句话。我这什么叫做你不想去？你不是出租车吗？这不得由我来想？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怎么找到一辆想去的车呢？我总不能站在路边喊吧？我说钟楼谁想去？钟楼走不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这儿懒惰呢。真的，我当时正在幻想的时候，突然又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旁边，摇下车窗，跟上一个司机一模一样。我都感觉我幻听了。他说：“哎，走不走？”但是我当时只有一个反应，我说 ：“NPC 吗？这是？我是不是陷入某种循环当中了？是不是今天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我走不了。”我当时真的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很胆怯的跟那个师傅说：“我师傅，你想不想去钟楼？”就你们见过那种打量傻子的眼神？就师傅突然用那种看傻子的眼神，从头到尾这么看了我一遍，说：“我不想去。”
了，还我想去呢，我想去兵马俑呢，你去不去？我就去了兵马俑。好，谢谢大家，我是龙猫，希望大家开心，谢谢各位。